路脚丫，只为地小，清风留一天天。陈大人，为什么小宝他会变成猫？为什么？一定是彻地鼠掉的包。我要去要回小宝，我也要小宝。先别急，他们是江湖侠义之士，孩子在他们手上应该很安全。可是小宝他，可是这孩子身份不同，是不是？你刚刚说太子中箭了，小宝就是太子，是不是？我没说。你明明说了。你就是抱太子出宫之人。明姑娘，我看你这身打扮并不像宫女，你是？我是兰妃的妹妹。这么说，葛统领跟兰妃他们是冤枉的。自从我们进宫以后，我姐姐跟葛统领从来没有见过面。陈大人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姐姐她是无辜的，太子他更是冤枉的，真的。大哥，他们没追来了。这涂山跟展昭发现他是猫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气炸的。这么一来，那位姑娘不是给急坏了？我们老五什么时候变得多情种子啊？懂得怜香惜玉了。哎呀，对耶，我看那位姑娘长得水灵儿。老五啊，你该不会是腊月里的萝卜动了心了吧？大嫂，你还不够忙，还有时间取笑我？哟，你太小看我了吧？这个孩子能把我累着吗？你看他乖的跟猫似的。
哟，大嫂啊，你可以提这个蟑螂、臭虫的，千万不能提到猫儿啊！我们老五啊，最忌讳的了。没关系，待会儿等着小家伙屎尿都来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那只猫乖不乖。哎，对呀，这孩子到现在都不尿哎。是啊，我看他里3层外3层的，恐怕连尿了你都不知道呢。你说的也是，我来看一看。警察！啊，他真的尿了。不是，你们看，它这里头裹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黄灵卷。原来他不是普通的孩子啊！黄灵卷是皇孙贵重用的，难道他真的是王孙公子？哎呦，这会儿我们管闲事可管出个烫手山芋来了。是啊，如果他真是一个满门抄手的亲密要犯，那我们岂不要受到株连？大哥，我们还趁早别管这件事了吧。大哥，如果这件事你不管，这孩子只有死路一条。他死总比我们死好嘛。这些王孙贵族从来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，有好处都是他们的。哎，至于他们犯了错，我们办得着为他拼死拼活的吗？但这小孩子是无辜的，他那么小，能有多大罪过？嘿，老五啊，这句话好像是展昭说的吧？嘿，别发火。如果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位姑娘的，你会这么说话吗？别把我跟他扯在一起。哎，你们吵够了吧？别为了一个孩子伤了兄弟的和气。他们为了你啊，快吵翻天了，你倒是笑得开心啊！大哥，吴善他们归来，怎么决定？说了，交给你，就怕老五不愿意。你说了算，没意见。好，就把孩子交给我。照住！这么可爱的小孩，我怎么舍得交给你呢？大嫂，天哪！快走！快走！有本事过来拿！如新，夫人，快走！如新。有什么本事，你尽管使出来！大嫂，别怕，翻江鼠蒋平，哈哈，一点也不错，正是你爷爷我。四兄弟，你来的正好，要不然嫂子我就被这家伙欺负惨了。大嫂别怕，一切有我，有你。
圣旨。姓涂的，圣上有旨，将你召回，你尽速回宫复旨去吧。你怎么可能会有圣旨？哟，怪了，难道你没听说皇上在民间并不亲在为他执行特殊任务吗？有这回事？怎么你连这件事还不知道？那就表示你还得不到皇上的信任。你想升官发财，那得加把劲儿哦。怎么，你还不走吗？莫非你想抗旨？末将遵旨。你敢骗我？呀！红军，齐力贯之！胡大，你的3个跟班已经被我们摆平了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怎么走了？哦，好可爱啊！好吧，我们回去。展大人，你为什么不快去跟他们要回太子？这件事既然是万岁下了的旨，我们如果现在将太子抱走，包大人也未必能保住他性命。包大人也不行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别急，既然官方的人保不住太子，那么太子在吴蜀手中应该是最安全的。你就暂时让吴蜀将太子带走。让吴蜀把太子带走？那我以后就上哪去要回太子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吴蜀的窝在陷空岛，我会找。我们先回开封府，向包大人陈述这一切，先将太子的冤情洗刷再说。战护卫，包大人，这位是敏姑娘，兰妃的妹妹。阿敏叩见包大人。敏姑娘免礼。大人，太子就是她救出的。哦，包大人，我姐姐兰妃平白无故受到冤枉，被迫悬梁。太子千岁也蒙受不白，亡命在外，请包大人明镜高悬，查明事实的真相。包大人，请你还我姐姐清白，迎接太子回朝，以保宋氏的江山，以慰我姐姐在天之灵。包大人，敏儿弃却顿首，感念您的大恩大德。敏姑娘不必如此，快请起来。敏姑娘，战护卫，如今太子回大人，现在太子在吴蜀手中。哦，老哥，就要到了。对了，大人。让我抱一下。是秦王堂。我看了。哎呦，大我胡子啊，那么好玩呀！哎，你们看，好好玩啊！哎，大哥，该我抱抱了。哎，我抱，哎，该我。啊，我抱抱，我才抱他的呀！哎，大哥，哎，不行，刚才你们在台上都抱了，现在该由我了。哎，什么话？哎，我来。抢什么抢啊！大哥，当然是我来报啊！大哥啊，大哥现在不管用了！我成了啦！
我心的。不得了了，他拉了，怎么办嘛？大嫂，你别走啊，帮帮忙嘛，帮帮忙。管啦，你们自己弄。大嫂，哪有什困难呢？我来。好，你来。五兄弟，大嫂，怎么有心事啊？心事？好端端的有什么心事？那你是出来乘凉喽？对，屋子里太闷了。这儿还真凉快啊！如果在这想个人什么的，还真是不错哟。不错啊。哎，大嫂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呀，不要跟嫂子我打马虎眼了。你喜欢人家就老实说嘛，这要该怎么做，嫂子可以帮你拿个主意呀。哎，大嫂，你千万别乱想。如果我喜欢那位姑娘，我自己会去找她，我绝不会在这里傻想。那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只是在想那孩子的来历。他不就是个王孙贵胄吗？不，这孩子绝不会自己犯罪，他一定受了大人的株连。不过最近我在城里，有没有听过哪个王侯公爵被皇上降罪？你绕了这么一大圈，你不如直接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啊？大嫂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害怕。说吧，嫂子我这辈子还没有怕的事儿呢。我怀疑他是太子。大哥不是这样的，他都哭了。我来，这样啊，就不是这样，这是包粽子，这样的。哎呦，哪有那么麻烦嘛？干脆啊，烙饼卷大葱。老三，你试试。哎呀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好你的头，孩子都被你们吓坏了。啊？不对呀。来，我来抱。五兄弟有话跟你们说。好。五弟，什么事？大哥，我怀疑这孩子是太子。这个玩笑不能乱开。大哥，我绝没有开玩笑。太子诞生之时，宫中传出他的左脚有个朱砂痣，咱们只要看看他的左脚，就知道真相。太子，朱砂痣。快在哪？别去看看，快点！我来看看，真的有哎！你看。敏姑娘，依你所述和葛统领不惜悲愤自强的血泪自述看来，本案乃是一桩有计划的阴谋，当无疑问。本府本当立即带你进宫面圣，禀奏一切。但如今反正力保，届时本府恐怕非但不能为死者伸冤，迎回太子，反而会因此害了你一条性命。包大人，你不必替我担心，我不怕死。只要能替我姐姐伸冤，证实太子千岁的清白，我就是死也无憾呢。敏姑娘，此刻你虽然不会死，但你也绝不能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子千岁，如今亡命在外，你若是死了，就无人能证明他的身份，他就永远无法回朝了。这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怎么样让皇上相信这是个阴谋啊？包大人，难道葛统领他为此大愿以死明志，都不能说明这一切吗？敏姑娘，
悲愤自强，也可说成是畏罪自杀。若是阴谋者用计已深，万岁仍在蒙蔽之中，则此举只会更加激怒圣上，别无益处。好，你们这也担心那也害怕的，我还来找你们干什么？想来开封府，也不过是投句虚名罢了。敏姑娘，不得对包大人。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幸好我听你的话，没有把太子从吴蜀的手中要回来，要不然这个时候遇到这怕事的包大人，还不知道会落成什么样的下场。敏姑娘，你怕什么？难道开封府连句实话都不能说吗？敏姑娘，你别忘了，杀兰妃和太子是万岁的旨意。你带太子逃走，已是逆旨欺君，罪无可赦。如今就连本府也难脱知情不报、包庇侵犯之罪。因此，我们若无充分证据，就贸然进宫面圣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，亲痛仇快？什么有道明君？哼，小来也不过是个受人搬弄的昏君罢了。住口！敏姑娘，你未免太过放肆。敏姑娘，你不可过于冲动，口不择言。有道是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。这夺妻之恨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更何况是一国之尊。如今万岁正在盛怒之下，大人若是错走一步，其后果将是火上加油，不可收拾。届时兰妃、葛统领、太子皆将沉冤海底，这岂是你之所愿？你要三思啊！三思！你们衙门里的人只会说这些官话。要是开封府着了火，你们也是3次之后再去救火吗？我姐姐含冤而死，葛统领肝脑涂地，现在太子又落在一群江湖客的手里，你们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？要是这是你们自己的孩子，我看你们早就心情如焚，你们早就坐立难安了。敏姑娘，你不必劝我，既然你们无心救太子，我自己去。敏姑娘，你叫我们随着他，严密保护他的安全。是。您任由敏姑娘离去，莫非是有什么出动？先生果然高明，本府正是此意。哎，当家的，哎，你别给我杵在这儿，你说话呀！啊，你说什么？说说看，我们这会儿该怎么办呢？是，该说话了。来，老四啊，你点子多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照理说嘛，咱们应该拿他去领赏。嗨，你干什么？光想到钱，他是太子哎。对呀，就因为他是太子，咱们才应该拿他去领赏啊。三爷，请问你一辈子能碰上几个太子啊？有钱不赚，那是老太太上鸡窝，笨蛋。哟，我看你现在是面锅里煮铁球，你混蛋到底的你！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说点正经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说正经的。老五啊，正经的你说。正经的就是，他既然是太子，为什么皇上一定还要杀他？他既然有罪，为什么那位姑娘冒死要把他救出宫中？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说。哎，他既是太子，那皇上就没理由杀他嘛。可是皇上要杀他，那就表示太子有罪。但是太子年纪这么小，又怎么可能犯罪呢？那么这个罪就必然来自于他的母亲，也就是兰妃。那位姑娘冒死要将太子救出宫中，就表示这件事情的背后必有非常大的冤情。于是我们得到2个答案：其一，兰妃有罪，太子不该死；其二，兰妃没罪，太子也不该死。哎呦，弄了半天，你干脆说他不该死就得了吗？是，他不该死，但是我们都该死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该死啊？您瞧，我们抢你青菜要饭还不该死吗？哎，所以说嘛，我们就应该将他送交官府，这样子我们不仅不会死，还能发一笔小财。大爷，你赶紧放手！你再给我死要钱，看我不打了你的嘴！你放手吧！要不你说怎么办吧？大哥，你看怎么办？这孩子既然有冤，就把他留下。哎，对呀，我也是这样看法。咱们这几个大男人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娘们吗？啊，是不是？老王，二哥，对，咱们就把他留下来，而且设法替他伸冤，也正好和开封府包大人一笔苗头。对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。大叔，你知不知道监控堂在哪里？大叔。王朝马汉张龙昭，在，备教。是。大人，意欲何往？适才米姑娘提到，梁公公曾于兰妃被杀之前报讯示警，事后又协助她逃脱。若能找到此人，或可问出部分内情，也未可知。大总管请留步。包大人要见万岁吗？万岁已经起驾回宫了。不，本府是来找大总管。包大人找我，有何见教？不敢当。本府也是受人之托，想跟大总管打听一位公公。公公？谁呀？梁喜，梁公公。包大人找他干什么呢？其实也没什么。本府日前临县办案，遇见梁公公的一位远亲，保本府给他带个手记。包大人，不必费神。怎么做？梁喜那个奴才，前2天喝醉了酒，掉到荷花池，死了。
地火明夷。怎么说？此卦太阳没入地中，又有诛灭之象。梁公公是被陷害的。那你再看看米姑娘。则天父，小人当道，不义之哉。是谁指使你？怎么，杀手自强？是。搭好一条线索，就这么断了。包大人，你看涂将军会不会与阴谋者有关？以涂善追杀太子不遗余力看来，他应该是个最可疑的人物。可是他有皇命作为护身符，终有千般可疑。我们也只能暗访，不能明查。那梁公公呢？他是最先知道内情的人，他一定知道一些消息。梁公公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据说是酒后失足，坠入荷花池而死。可是以现在的情况看来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因而遭人杀之灭口才对。梁公公，梁公公，没想到你还是逃不过他们的毒手。梁公公，林姑娘，人死不可复生，你就不要太难过了。包大人，我没有想到这幕后之人是如此的残酷，如此的狠毒。我该死了，我真该死，我不该对您言语放肆。包大人，求你原谅我吧。敏姑娘，你不必如此自责，本府并无责怪你之意。相反的，你舍生忘死护救太子，倒是令本府敬佩不已。包大人，你对我这么说，阿米更是无地自容了。好，不说这些。那幕后之人如此赶尽杀绝，太子亡命在外，实是叫人担心。因此，本府认为，应早日将太子领回府中严加保护，再论其他。展护卫，属下在。你就去一趟献空岛，跟吴蜀要回太子。是。等一等，我也要去。包大人，我等不及要见太子，我在这一刻也待不下去。再说献空岛吴蜀，他们也知道太子是我的，他们要是见不到我，不见得会把太子交给他带回来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我想和展大人一起去。包大人。包大人，献空岛吴蜀与展护卫一向不睦，若展护卫只身前往，必遭刁难。若因此伤及太子，吾等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？好吧，敏姑娘，你就跟展护卫一同前往。但是敌暗我明，为免暴露行踪，你们最好是入夜启程，乔装前往。是。谢谢包大人。东风常向北，北风又向南时，
好，哎，客官里面请，里面请啊！哎，你们打架还是输定了？让人上房。好。哎，到啦！客官，这是您的房间。哎呀，这个。魏公公，吴将军，我有急事要见王爷。随我来。末将不在，后见王爷亲自。明天谢爷。人带来了吗？王爷指的是太子的人头。末将无能，请王爷恕罪。那样的东西，本王还能靠你建功立业？末将该死，请王爷息怒。如今太子何在？在献空岛吴蜀手中。吴蜀？哼哼，区区鼠辈何足道哉？你为什么不先夺回太子，再来见本王？这启奏王爷，献空岛吴蜀以专天属卢芳为首的5个江湖人士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的武功，更可以与那南侠展昭并驾齐驱。要是太子落入他们的手中，那涂将军纵然是武功盖世，但是要想夺回太子，恐怕还要费一番周旋。季贤说的不错，末将实未料到献空岛的吴蜀会半路杀出，横加干预，再加上开封府的展昭又处处和末将作对，这才使得末将顾此失彼，功败垂成。因此，特来向王爷请罪。起来回话吧。谢王爷。可恶的吴蜀，可恶的展昭！启奏王爷，那吴蜀与展昭素来不和，只要是我们略施小计，使他们鹬蚌相争，可以坐收渔利。展大人，你不睡啊？我还不困。我知道你是在避嫌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去睡好了，反正我也不想睡。你不累吗？说不累是骗人的。可是我一想到太子，我一想到我姐姐连为实的托付，我就完全没有睡意了。你不要担心，明天我们就到仙宫岛。谢谢你，一定是我姐姐在天之灵保佑，让我遇到你这么一个好人，要不然我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你大概这辈子没有受过这些苦。是啊，自从我姐姐把我接进宫以来，几乎可以说是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。可是人生无常，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，就连我姐姐，她一定连做梦都想不到，她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死去？你放心吧，明。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，这一切的冤和债都能要得回来。
快亮了，既然我们都不想睡，那就继续赶路吧。小命就没了。前2天的米汤不是喝的挺好的吗？这个样子，哎，你们怎么还愣在这儿啊？怎么想办法呀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要是有奶啊，我早就挤给他喝了。我也没办法，我讲评什么能偷，什么能骗，可是偏偏是奶。你们这些男人啊，真是。这些年来什么场面没见过？3到6个人眉头都不眨一下，怎么一个奶娃子怎么那么难伺候？有奶喝了！哎，你看，有奶喝了！来，把枕头也都跳回来了。我在家里啊，就常常洗羊奶给我娘喝。来，快！你干什么？弄头公羊来，我怎么挤奶啊？看公羊。你觉得？他刚生完孩子，他有奶。来，快点！好不容易没有喝奶了，赶紧喝。这个，要奶。来，奶喝啊，不哭了啊，乖。干什么？没看到人家喂奶啊你？一个大男人，启禀老爷，展昭和那位姑娘来要孩子了。督导主，我跟米姑娘是来要回孩子。很抱歉，孩子不能交给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发现这孩子的身份不简单，所以不能随便让你们带走。可是那个孩子是你们从我手里带走的，你们本来就应该还给我。林姑娘，孩子若是你的，我当然应该还给你，但这个孩子不是你的。你凭什么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？就凭他左脚心的朱砂痣。林姑娘，这个孩子是当今太子，对不对？督导主，请快把孩子交出。抱歉，恕难从命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孩子明明是我的，你们为什么要强留下来？林姑娘，不要误会，我们不会为难你。只是这孩子既然是当今太子，我们自然要知道怎么回事。为什么会变成亲密要犯？又为何会落在你的手里？这是皇家的事情，你们没有必要知道。哟，这你们听听，皇家狗腿讲话了。你干嘛？想咬人的你！大哥，他明明是猫，你把他说成狗，他当然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哟，对，它是猫，3脚猫。好了，你们不要笑了。苍天可老，海水可翻，爱到深处几多难。看我这一生峰回路转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？人间路短，儿女情长，一路上有你嘘寒问暖，生生世世源源不断，做事情费旧时光。当我初见你的模样，心
笑看贞节牌坊，情愿用一生陪我闯。多少年来的风霜，改变了模样。该还的就还，该唱的就唱，前世今生共徜徉。该还的就还，该唱的就唱，前世今生共徜